这里被称为日本最神秘的森林，因为这里在同一时间有着春夏秋冬4个季节，而它形成的原因竟牵扯到一只会说话的猫。正所谓秋风落叶多感伤，而2022年也只剩下2个月了。可对于大雄来说，这一年有着太多的遗憾。夏天时他曾立志要学会游泳，可他却连一次海边都没有去。春天的赏花也被爸妈遗忘，冬天的滑雪估计也没戏了。虽然四季循环往复总有机会，可不是每年的四季都叫今年的四季。错过的遗憾终将成为自己失败的青春。为了让大雄的青春可以充实饱满，小多拉将一枚可以改变半径3米以内气候的4季徽章送给了大雄，比如将它调成夏天，10月的房间内就有了盛夏的温度，也重新唤起了大雄学游泳的信心。再比如将它调成冬天，即便在房间中也会寒冷到雪落成灾。之后大雄要来便当，便决定重新走过今年的四季。而为了可以让大雄的体验感达到最高程度，小多拉选择了可以满足4季变化的中山湖。恰巧有钱的小夫一家也将这里定为了旅游之地。虽然现在正值秋天，是欣赏红叶的好时节，可只要有一枚4季徽章，即便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并不适合下水，大雄也可以体验别人无法体验的快乐。而他人独享的快乐往往会引起别人的嫉妒。于是小夫也褪去衣服，用自己单纯的想法走下了湖水，却在无比冰寒的湖水中明白了他人的快乐有时自己并不能共享。于是他不幸感冒了。可他的认知噩梦并未就此结束，因为大雄想将这份美好与朋友分享，小多拉就将周围变成了春意盎然，让老去的树木在此刻迎来了重生。而这种春的意境也很快扩散到了小夫一家的位置。他们放倒汤饮，却看到代表秋的红叶变成了春的樱花。他们曾试图相信眼前的现实，却又不肯违背樱花只在春天盛开的事实。夫爸认为这是奇迹，父妈认为自己眼花，小夫认为或许只有自己能够看到。就这样，3人在沉默中错过了近在咫尺的真相。另一面的大雄已在草地上铺上桌布，体验着只为他们4人盛开的樱花。而小夫一家也在换了场地后，终于在缓慢的时光中体验到了只属于秋的那份美景。可惜美好的事物往往都很短暂，因为大雄今年还有一个滑雪的目标，他将冬季徽章洒满山野。于是等小夫一家为秋季干杯时，竟看到一崖之隔之地竟有着厚实积雪。而一场滑雪比赛也在山野中静悄悄地举行着。看着眼前真真切切的4个活人，小夫终于开始慢慢习惯，将这份难得的景色变为人生中的阅历。而美好的时光往往比较短暂，在回去的时候任意门突发状况无法开门，于是众人在夕阳的美景中用竹蜻蜓进行返程。可小多拉却没有注意到4季徽章伴随着飞行散落在了整个山野。于是在当晚就有一条奇闻上了热搜，因为整个中山湖在同一天同时出现了4季的景象。活到老学到老是一种态度，可许多人却因忙碌的生活而忘记了自我提升。我们不应活得如大雄般每年都留有遗憾，但又应该如大雄般及时醒悟，去充实自己的人生。